那些年吃过的怀旧零食。你吃过几种？一根葱，当年它就是凭借这个名字驰名村内外，吓退了一波不吃葱的小伙伴。打开里面就出来一根一根的，很像炸的微黄的葱白。小时候我弟很喜欢拿它当吸管喝水。这根葱吃起来非常酥脆，还带着一点葱香味，连平常不吃葱的小伙伴都对它很难抗拒。真香！哎呀，黄桃，人送外号锁喉王。当年我姐去小卖部买了2包，一包只要1毛钱。我看它肉质饱满，色泽鲜艳，馋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，迫不及待尝了一颗，感觉自己的喉咙就跟呛到水了一样，一直咳嗽，喝了几缸水都没缓过来。不过这个黄桃吃起来没小时候脆，也不锁喉咙了，略微带苦，还吃出来油漆的味道，我真的不爱。跟黄桃比起来，我们更喜欢买这种脆梅，它是我们这边的一种特产，用青梅腌制的，口感真的非常脆，味道酸酸甜甜，开胃又好吃。Nice。椰子糖，小时候不是谁家里都有糖果的，除非是逢年过节家里才会备，所以平时嘴馋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花上1、2毛去小卖部买几颗糖果。这款椰子糖小时候可爱吃了，外面有一层糯米纸，里面是这种偏硬的软糖，非常耐嚼，有浓浓的椰子味，一颗能吃很久。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小伙伴喜欢吃呢？杂洋果子，这个东西以前小卖部管它叫红圆，1毛钱能买2颗，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它是长这样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老了，连颜色也变了，吃起来的口感也跟小时候不一样，里面是软软的、面面的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买错了，还是拿去送给闺蜜好了。绿豆糕，有人记得这种绿豆糕吗？包装的非常好看，里面是一小盒一小盒的，每次去小卖部我都觉得这种糕肯定非常好吃，而我妈就是不给买。后来有人送了我们1盒，我打开一看，发现这个绿豆饼跟平常吃的饼很不一样，它竟然是一颗一颗的，一放到嘴里它就散开了，没吃出绿豆的香味，倒是吃出了一种嚼面粉的感觉。1小盒6小颗，吃完感觉就很腻了。玉米王子，玉米也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王子，打开真的长得特别像我妈刷碗的海绵，拿起来轻飘飘的，吃起来没什么味道，很像以前吃过的玉米棒，就是它长这个样子，实在想不明白跟玉米王子有什么关系。油条，油条大家肯定不陌生吧？但是你们有吃过小卖部卖的油条吗？2毛钱1根。只有这个油条的1半大小，吃起来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偏甜口的油条，就是没以前吃的脆，上面这层面酥是5香的，还不错。当年要是有这盘大油条，隔壁二狗都得馋哭。手指饼干，这绝对是我小时候的爱，不过小时候都是散装的，没有这种独立包装，一根一根就像小木棍，吃起来又酥又脆，还有淡淡的奶油味。小时候放学嗦上几根手指饼干，我就觉得心满意足了。微微笑起嘴角最重要。那些年吃过的怀旧零食，你们吃过吗？法饼听起来像是一种被施过魔法的饼，不过在我们这里它是一种喜饼。小时候要是谁家办喜事，都会挨家挨户给亲戚朋友发饼。这种饼拿起来很轻，表面还有一层薄薄的粉，撕开里面是松软的，闻起来还有一股面香味，尝一口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又香又甜。唯一的区别是小时候的法饼更有嚼劲一些，而现在的更加柔软蓬松，不过味道还是很好吃。当年要是有这么一包法饼，我放学回家不得一口气炫10个。真香！哎呀，年花饼干，这应该是我记忆中最古早的饼干了。下面是小圆饼干，上面沾着漂亮的糖花。小时候一直很好奇，这5颜6色的糖花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？
以前花2毛钱就能在小卖部买到5颗饼干，和我弟一起分着吃。我弟喜欢先吃掉饼干，再吃糖；我喜欢先吃掉上面的糖，再吃饼干。但是不管怎么吃，我都觉得这个糖太甜了。串烧软糖，别看这款软糖现在长得很普通，在以前它可是小卖部的门面担当，5毛钱一串，除了不差钱的土豪，很少有小伙伴会买。有一次，我妈领我们去小卖部买东西，店家极力向我们推荐这款好吃的软糖，我妈不好意思拒绝，就给我弟买了一串，长得非常可爱。我弟还分了我1颗，但是我已经忘记是什么味道了。现在试一下，这软糖还真他喵硬，假牙都差点给蹦出来了，吃起来也很一般。唯一的特点大概是每颗软糖的味道不一样，一次可以吃到5种口味的软糖，可惜口感很一般。就这还是泰国进口的呢，真不如2毛1包的 QQ 糖。来了，老弟。水泡饼干，这种水泡饼干有人吃过吗？还记得它以前的包装长这样，年少无知的我还以为它是某国进口的，因为我同桌经常跟我形容它的美味，所以我咬咬牙，拿着压岁钱买了1包，长得很像一种蘑菇，手感又像一个小木球，闻起来有点鸡蛋仔的香味，咬一口嘎嘣一下，很解压，但口感吃起来是另一回事。里面很绵密，嚼起来粉粉的，有点吃面粉的感觉。记得要喝水，不然容易噎到。我同桌说，水泡饼干要泡着牛奶才好吃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牛奶在以前可不是家家都喝得起的，所以我长这么大都没用牛奶泡过饼干吃。今天我们就来试一下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吃起来没有太大差别，牛奶还是牛奶，饼干还是饼干。莲藕糖，虽然小时候我不喜欢吃冬瓜糖，但是莲藕做的糖我还挺喜欢的。我操，无情！不过我妈很少会买，因为莲藕糖比冬瓜糖贵很多，吃起来口感有些糯糯的，还带有淡淡的莲藕清香。不过我最多只能吃1块，因为它实在是太甜了。乳牛巧克力糖，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，学校里边是有小卖部的，有时候上课犯困，下课了我们就会去小卖部买颗糖吃。乳牛就是当时很受大家欢迎的一款糖，特别是这个巧克力味的，1毛钱1颗，感觉巧克力的味道不是很重，奶味偏多。可能我老了有点嚼不动，当时班里要是有谁生日，去买一整包乳牛给同学们发，那他就是土豪哥土豪姐，在班里的人气涨得不止一点点。肚脐饼，这款饼是我们这边的特产。看到这个饼的时候，我第一次发现，原来有零食可以跟它的名字长得这么像。这个肚脐眼少说也有10几年没洗了吧？其实它之所以这么黑，是因为里面的馅是红糖做的，红糖熬得黑黑的，有焦香味，一定要买新鲜出炉的，酥脆焦香才好吃。啪啪 pew， 啪啪 play， 啪啪哒哒哒哒哒。那些年吃过的怀旧零食，你没吃过吗？巧克力球，这款巧克力大家肯定不陌生吧？以前小卖部的最前面都会摆上一罐，花1毛钱就能买到2颗，外面是一层锡箔纸，打开里面就是巧克力。不过我记得小时候打开是长这样的，多年不见都变得这么白了。把白色的糖衣咬开，就能看到里面的巧克力啦。小的时候我弟特别爱买，我买的比较少，因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外包装图案非得是足球呢？就不能是乒乓球吗？不然印个芭比公主也可以啊。烦死了！猪耳朵，小时候很喜欢的一款零食，我不相信还有人没吃过猪耳朵的，没吃过的扣个1，连8戒自己都不知道他的耳朵有一天会这么火。读高中的时候，经常有同学去买现炸的猪耳朵，还会带到班里跟同学一起分享，咸香酥脆，一口一个，完全停不下来。友谊的小船就在猪耳朵的加持下扬帆起航了。果然，想要留住一个人的心，就得先留住他的胃。饭来了，吃饭吧啊！
酸果粉，酸果粉的前身其实是酸梅粉，我至今都搞不明白这种酸果粉的正确吃法是什么。它里面配的不是勺子，是小吸管。那时年少无知的我，拿出吸管往瓶子里一插，猛吸一口，差点没把自己送走。还好这酸果粉不是很酸，但是小时候总是吃一半，这吸管就堵住了。后来我弟提议把酸果粉倒进水里，这样就能变成美味的饮料，颜色看起来真不错，但是吸溜一下可真酸呐。剩下的粉还是倒瓶盖里慢慢舔吧。棉花糖杯，小时候想吃棉花糖，通常得是过年或是有大节日，村里就会有卖棉花糖的来摆摊。可是我一次都没有买过，因为每次想买，我妈都会说：“这个不就是白糖做的吗？就一勺糖，还卖那么贵，不买。”直到有一天，小卖部出现了这个棉花糖，我二话不说，跟我弟一人买了一杯，小心翼翼地把棉花放进嘴里，不到3秒，棉花糖就消失了。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把剩下的棉花糖都放进嘴里，你就能体会被糖封印的感觉。原来我妈真的没有骗我，这口白糖我实在咽不下去。关刀零食，这款零食可以说是小卖部最大的镇店之宝，关羽的青龙偃月刀。不过小时候的关刀可没有这么长这么大，1毛钱就能买上一把。光刀里面装满了各种神奇的彩色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豆，外面是一层糖，里面吃起来像苞米。只要干了这把糖豆，你就能够行走江湖，逐梦武林了。真的吗？风吹饼，风吹饼为什么叫风吹饼呢？小时候我觉得这饼肯定是风吹出来的，所以才能把饼做得这么薄这么脆。不过长大后的我觉得是因为这个饼很薄，风一吹它就动，所以才叫风吹饼。口感脆脆的，微甜，味道有点像米饼，又有点像玉米棒。不过我不是很爱吃，总感觉吃了跟没吃一样。果冻，这应该是小时候吃的最多的一款果冻吧，到现在我都还记得当时的魔性广告，估计我妈也经常看到，所以她还挺乐意给我们买果冻的。打开先嗦掉里面的果汁，再享受丝滑口感的果肉，3两口就吃完了。不过我们更喜欢去小卖部买这种冻得硬邦邦的，2毛钱一颗，撕开表面有一层薄冰，可以用假牙抠着吃，也可以用勺子刮着吃，口感就像冰沙一样，吃起来非常满足。就是这个味道。干脆面，小时候干脆面可以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，因为它里面不仅可以集卡片，还有机会可以中奖。大家为了集卡跟中奖，没少往小卖部跑。那时候买干脆面就跟大家买奥特曼卡差不多，打开先不吃面，先看看自己中奖了没。我目前的最高纪录是再来一包，虽然中奖很难，但是干脆面还是很香的。每一次我都是掰一半给我弟，然后把剩下的捶碎了吃，边吃边想，下次一定会中大奖。可能受伤，那也无妨。人生再长也不长。Pop pop you, pop pop play, pop pop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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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。那些年吃过的怀旧零食00后、10后肯定没吃过。鸡腿包，还记得小时候5毛钱一个，现在一个都涨到4块钱了，而且小卖部都见不到它的身影。当年我妈说要带我去买鸡腿包，我的口水就从家里一直流到小卖部，心里想着用鸡腿做的包子肯定非常香。直到我把鸡腿包全部吃完才知道，原来鸡腿包里没有鸡腿。不过在没有鸡腿自由的年代，吃上一个鸡腿面包也相当满足。吃完还得把这根木棍给嗦干净，一点也不能浪费。真香啊！猪油糖，这款糖小时候在我们这很是热销，1毛钱就能买2颗。据说里面加了猪油，所以叫猪油糖。吃起来有猪油渣子的香味，但又不会很腻。肚子饿的时候来上1颗，比利士架还管用，都像猪油蒙了心，越吃越开心。
玉米棒在我们这也叫吹风筒，1毛钱就能买上1根。虽然吃起来没什么味道，但胜在体积大，价格白菜是童年的解馋小能手，吃了半天感觉就跟没吃一样。小时候还喜欢往上面扎洞，把它做成笛子，假装自己是演奏大师。鸡腿酥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小时候的零食都喜欢取些跟肉有关的名字？鸡腿包吃完了，还可以吃鸡腿酥。没有一只鸡的腿能成功迈出小卖部，一口下去香甜酥脆，没有10年的功力都炸不出这样的鸡腿，连骨头都酥得掉渣，连皮带骨，越嚼越香。好吃，好吃。沙爹鱼串。以前在小卖部都是拆开来一串一串的卖，一串2毛钱。小时候很喜欢吃，当时能买上1整包的，在我眼里都是土豪大哥。没想到长大后活成了自己小时候羡慕的样子，味道吃起来甜甜辣辣的，像甜辣口的鱼片。我以为沙爹鱼串里面没有鱼，结果看了说明书发现里面竟然添加了鱼肉。意不意外？梅花酥。小时候，我姐经常委派我去小卖部买它，2毛钱一个，5毛钱就3个。因为形似蜂窝煤，所以有人管它叫土炭，也有人叫它风炉窗。你们觉得它像什么呢？小时候喜欢像这样把5个手指都扎进洞里，因为我表哥说这样吃能练出武林绝学梅花掌，口感非常酥脆。现在吃觉得稍微油腻，但小时候真觉得人间美味。冰糖葫芦，来一串冰糖葫芦，不要冰糖也不要葫芦，说的就是它，冰糖葫芦的远房表妹。糖葫芦辣条，一口一个，嚼起来又香又甜，嘴里还滋滋冒油，1毛钱1根，每年的销量可以让我们村好几圈。济公丹，小时候我妈最喜欢给我们买的零食之一，2毛钱可以买1小包。我妈说了，济公丹是济公爷爷费尽心思从身上搓下来的，吃了它能开胃消食，还能保平安，吃起来就是酸酸甜甜的，跟陈皮差不多。就这么1小包，我们小时候可以吃1个星期，怪不得我妈那么喜欢买。我现在已经不是3个小孩了，可能受伤，那也无妨。人生再长也不长，啪啪噗，啪啪呸。啪啪哒哒哒哒哒。7种最吓人的零食，你敢不敢吃？死神棒棒糖，光听这个名字就已经吓退了一大波小伙伴。这死神送的棒棒糖，谁敢吃呢？今天我们就来挑战一下，打开死神最爱的棒棒糖，看起来跟平常的棒棒糖没什么区别，不过盒子上说地狱般的体验，辣到你无法忍受。原来死神他喜欢吃辣椒，那到底有多辣呢？舔一下棒棒糖，整个舌头是热热的，试一下把整个棒棒糖放进嘴里，整个嘴巴火辣辣的，感觉就像炉火中烧，吃上1口秒变哈巴狗，多吃几口嘴唇都能变热狗，甚至连流出来的眼泪都是辣的，这根本不是给人吃的棒棒糖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轻易尝试。甘草糖，这款糖来自国外，被称作糖果界的生化武器。有人形容它的味道吃起来像洁厕灵。听说每一个吃下去的博主，最后都从胃里给它反弹出来。我胆子比较小，所以买了混合口味的甘草糖。像里面这种纯黑的，就是纯口味的甘草糖。觉得我吃完不会哕的，请扣1；认为我肯定会哕的，请扣2。目前闻起来味道还可以，一丢丢的陈皮味。挑战开始，入口微咸，口感比 QQ 软糖硬很多。想象一下自己在嚼轮胎，甘草的味道没有很多，倒是吃出了一股八角大料的味。困的时候来1颗，绝对的提神醒脑，让你吃到怀疑人生。虽然不至于哕出来，但是我肯定不会再吃第2次。怪不得混合口味的外面裹了一层厚厚的糖，至少能掩盖掉60%的味道，吃起来舒服多了。眼珠糖，你看这一颗颗大眼珠子布满了红血丝，
就知道这眼珠肯定是熬夜过度了，必须来颗甘草糖给它降火。虽然这玩意看着挺恶心，但是把它打开再挖出来，你会发现它就是虚张声势，这不就是大号美瞳吗？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酸酸甜甜，味道还不错，吃完还想再来一颗。钢珠糖，这个糖从外形看不能说跟钢珠长得很像，只能说一模一样，而且吃这个糖的危险系数非常高，千万不能在妈妈面前吃它，不然的话。今天我妈不在家，所以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吃，嘴巴里含一下就会变色，味道就是蛋糕上面的那种糖珠子，甜甜的，没什么特别。迷惑怪味糖，据说里面的豆包含了各种奇怪的味道，总有一款豆能让你成功跃出来。我的胃表示非常期待，现在闻起来有股墨水味，先是个新品绷带味，闻起来挺正常，我应该是拿错了，吃起来是水果味的，重新拿一个。绷带味到底是什么味？不行，完全嚼不下去，一股医院消毒水的味直通天灵盖，还是换个味道吧，试试臭袜子味。只能说太上头了，这袜子到底穿了多久没洗？这的我这个脑子现在冒冒的一。最后再来挑战个呕吐物味，假装自己很淡定。真的太恶心了，比我自己跃出来还恐怖。巴巴糖，果然只要活得够久，什么样的糖都能遇到。这年头连粑粑都有独立包装了，有没有觉得它长得还怪可爱的？尝一下粑粑的味道，竟然意外的好吃，芒果味，粉的是草莓味，里面还有夹心，这绝对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粑粑。Oh my god！ 吐血口香糖，名字听起来就非常吓人。卖家说把这个口香糖放进嘴里咬一下，口香糖就会吐出一口老血。怎么？难道我的牙齿是有毒吗？咬一口你还吐血了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脆弱。Oh no！ 我发誓这真的不是我干的，我也没想到他们这么怕我，还没打开就咬十字劲了。为了给他们一个面子，我还是勉为其难试一下。不得不说，作为一个流血道具，他做的还是很逼真的。不说了，家人们，我就要去了。我的天哪！可能受伤，那也无妨。人生再长也不长。Pop pop you, pop pop play, pop pop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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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。小时候不爱吃的7种糖果，长大后的你还爱吃吗？冬瓜糖，以前的冬瓜糖长这样，一片一片装在罐子里。小时候有多不爱吃呢？放学回家问我妈有没有好吃的，要是我妈拿出一罐冬瓜糖，我就二话不说去喝水写作业。冬瓜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要被做成冬瓜糖，放在嘴里咬上一口，齁甜齁甜的，让最喜欢吃糖的蜜蜂舔上一口，它都得甜得发疯。小时候唯一吃它的机会，就是在喝完苦苦的中药后，大人会塞一块冬瓜糖到你嘴里，那味道太上头了。人参糖，人参糖到底是谁发明出来的呢？他是不是觉得加了人参的糖，吃完就能延年益寿了？小时候过年经常能见到他的身影。过年跟爸妈去拜访亲朋好友，最怕果盘上满满的人参糖，再遇上一个热情似火的亲戚。快来快来，别客气啊，吃一颗人参糖。于是你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强颜欢笑吃下了这颗人参糖，非常奇怪的人参味，还带一点凉凉的口感，我真的爱不起来。榴莲糖，第一次见这种糖还是我读初中的时候，坐我前面的男生特别喜欢吃榴莲糖，我们深受其害。同桌说这糖一股臭臭的煤气味，前面的男生非常不服，还跟我们大肆宣传说喜欢吃榴莲的女生才是真正的美女。可惜我们根本不信他的鬼话。后来我鼓起勇气吃了一颗，发现它只是闻起来有点臭，吃起来味道还行。姜糖，记得小时候我妈很喜欢吃这款糖，她说生姜可以驱寒解毒，
还能促进新陈代谢。但是我们小孩就是不喜欢，吃起来嘴巴整个火辣辣的，姜的味道可以在嘴巴里面持续很久。现在长大了也不是很爱吃，但是为了养生，会义无反顾地把这颗糖消化掉，这样应该能多活几年吧。耶！薄荷糖，80后、90后肯定对这款糖很熟悉，吃起来凉飕飕的，喜欢清凉感的人比较爱吃，不喜欢薄荷的人就会很讨厌，吃在嘴里像含了个空调，老大一颗，吃半天吃不完，还得靠牙齿进行人工嚼碎。对薄荷糖过敏的，吃完还会打喷嚏。大虾酥糖，小时候过年的又一果盘杀手。它的名字虽然叫大虾酥，可是它和大虾之间差了108000里。外面是一层薄薄的酥糖，里面是酥糖夹心，吃一口感觉还行。里面的夹心有花生和芝麻的味道，再多吃一口就不行了。虽然很酥，但真的非常腻，适合拿去喂熊孩子。花生糖也叫贡糖，我喜欢吃花生，咸香的、麻辣的、多味的都喜欢，唯独不喜欢这个花生糖。小时候看见它，我都悄悄往后退，但还是禁不住长辈对你的爱。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害羞呢？来，我帮你打开啊。于是我含泪地接过长辈手中的糖，一边吃还一边想着，我妈还要聊多久才能回家？可能受伤，那也无妨。人生再长也不长。啪啪 Q， 啪啪 P， 啪啪哒哒哒哒哒。假如酸酸糖参加比酸大赛，谁最酸 Q？ 酸妞这款糖可以说是童年的回忆了。小时候2毛钱一小包，它有好几个口味：草莓、菠萝、香橙、葡萄、哈密瓜、水蜜桃。还记得小时候吃一颗就被酸到了，后来天天想着一定要把不同口味的都吃一遍。今天我们挑战一口闷一包酸妞，果然非常酸爽，软糖外面包裹的一层粉末都是酸的。小时候还喜欢把舔过的酸妞拿出来看，舔过的酸妞直接变甜妞，一点不酸，粘牙，有点像麦芽糖。因为我比较喜欢吃酸的，所以这个酸度我只能给酸妞打1颗星。秀豆，秀豆可是当年风靡全校的提神神器，现在听到这个名字，我的口水都会条件反射。还记得它最初是长这样的，上课要是犯困打瞌睡，下课就跑去小卖部来颗秀豆，男生女生都喜欢吃，1颗回神，2颗还魂。时隔多年再吃，还是很上头，2个腮帮子酸的直哆嗦。这种酸爽大概持续了15到20秒，脱掉它酸爽的外衣，剩下的糖果就不酸了。我觉得可以直接给它打5颗星。OK。酸条，这款糖果我没买过，不过它管自己叫酸酸大酸条，到底能有多酸呢？打开就拉出了一条彩虹，颜值挺高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吃定彩虹。不过中国人不骗中国人，吃起来就是普通酸甜口的软糖，连酸妞都比它酸，只能给它打半星。爆酸糖，名字听起来就很不一般，卖家直接打出了酸到尖叫，介意甚拍，它会不会是今天的酸 Q 王者呢？认为是的小伙伴请扣1，认为不是的小伙伴请扣2。这款糖有3个酸度，分别是1档、5档和10档。我们先来试个1档的。打开是这种圆形的糖片，1档到底多酸呢？感觉还好，酸度能打3颗星，就是有点辣舌头。接下来是个5档的，5档买的是草莓口味，照它这个等级，跟1档比起来应该能打5星吧。然而并没有，吃起来跟1档的酸度差不多，我都怀疑厂家是不是装错糖粒了，给它咬碎试一下，感觉没什么变化。所以5档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让我多花1份钱吗？不说了，直接换10档。评论区说酸到脸变形，吃完舌头都麻了，一般人承受不了。还好我是2班的，不然就被吓死了。闻起来是甜甜的草莓味，深吸一口气放进嘴里，
还以为口水会像瀑布一样喷涌而出，结果是我高估它了，也就比5档酸一点吧，勉强给个4星。它的特点是从头吃到尾都是酸的，缺点是杀舌头，糖吃完舌头会有刺痛感，适合拿去守卫渣男。酸豆，她是秀豆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远房表妹。你看图片上的女子吃到眼泪、口水、鼻涕一块流，就知道这玩意有多酸。能坚持5秒的是青铜，坚持50秒就能当上王者。你们猜一下，我能坚持几秒呢？这不吃不知道，一吃吓一跳，连4秒都坚持不到，直接酸出了痛苦面具。再试一次，还是不行，含在嘴里就是那种酸到刺痛的感觉。这已经不是我吃糖了，是糖在吃我。眼睛酸到消失，额头直接酸出了马甲线，还剩嘴唇在垂死挣扎。以为表妹是青铜，没想到实力这么强劲。啥也不说了，8星送上，有好不送。活该糖，名字听起来就很嚣张，我还没吃，他就开始骂人了，酸到你活该。那要是没酸到我呢？你的名字要不要倒着写？没想到它竟然是软糖，吃起来跟名字关系不大，就是正常的酸甜软糖，味道还行，就是不适合参加比酸大赛，适合回家躺着。可能受伤，那也无妨。人生再长也不长。啪啪 pew， 啪啪 play， 啪啪哒哒哒哒哒。奇葩薯片盘点。气泡薯片，好好的薯片，你为啥要加气泡2个字？难道这薯片吃了会像汽水一样冒泡吗？有葡萄汽水味的、乳酸菌的、青柠的、苹果跟荔枝的。今天浅试一下这个荔枝气泡的，打开没有泡泡，薯片倒是很稀碎，到底有多碎呢？就这么说吧，隔壁刚刚失恋的王大爷心都没这么碎，不过像我们这么有内涵的人，必须给他一个被吃的机会。口感居然很不错，很酥很脆，你们听听这个一口咬下去的声音，是不是耳朵都要怀孕了？真的很脆。不过它的味道吗，让我一时分不清自己是在吃薯片还是在喝某某森林，有点迷迷，就像王大爷的初恋，刚开始觉得很香很甜，多吃几口就会觉得腻了。妈咪鬼椒变态辣薯片，9块9一瓶，光听名字就感觉它卖不出去，上面还写着可能不适用于孩童。那怎么办呀？还好本仙女已经成年了，打开就是一片乌漆嘛黑。这薯片是不是偷喝墨水了？闻了一下，感觉不是很辣，虽然长得略显变态，但应该是我能承受的辣度。觉得我会被这个薯片辣到的，请扣1；觉得我不会被辣到的，请扣2。广东凉茶我都准备好了，挑战开始。口感吃起来没有上一款脆，这感觉也不是很辣嘛，就这么点辣度，他怎么好意思叫自己变态辣？好了，我演不下去了，家人们，真的太上头了，这种辣不是入口的辣，后劲非常强大，凉茶已经救不了我了，感觉整个嘴巴在燃烧，我吼一声，火就能喷出来，比较适合拿去守卫渣男。球球薯片，我严重怀疑这货蹭薯片的热度，因为它长得跟薯片没什么太大的关系，不信你让它喊薯片一声，薯片都不一定敢答应。样子长得圆滚滚的，倒是挺可爱。试了一下，口感有点像盼盼鸡块，整体的味道就是海苔味，爆椒味的比蛋黄的好吃，微辣，口感也比较脆。平均算下来一包 1.2 米，性价比还算可以吧。俄罗斯薯片，都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，果然薯片也做得与众不同，别人的薯片都是圆形的，它偏要做成长方形，这是为了方便在上面开坦克吗？我买的是经典番茄味，第一口吃下去跟平常的番茄薯片没什么两样，但是多吃几口你会发现薯片上面带的粉是咸咸酸酸的，跟腌黄瓜有点像，个人觉得吃起来还不错，一片长长的，炫起来很满足，就是吃完以后一定要多喝点水。
反转螺旋玫瑰薯片，这个名字出来就一股大直男味，但它是玫瑰味的，上面还标明是限量发售。我信你个鬼！卖家说打开就能看到真实花瓣覆盖在薯片上，难道是我眼神不好？不过薯片闻起来还是挺香的，试一下，确实有玫瑰的味道，不是很浓，可以接受。吃一片甜过初恋，吃2片缠绵留恋，吃3片别再见面。这个暑假，狗蛋就是靠它追到了王大爷的孙女，不过才处了1天，2人就掰了。原因是他嫌薯片的外表跟内心差距太大。消暑薯片，大家都知道这个暑假很热，于是我斥巨资买了1包夏季消暑薯片。我真的很好奇它是怎么消暑的，这看起来不就是普通的薯片吗？难道这薯片自带冷气？你要是能消暑，我以后都不管你叫土豆了，叫你欢乐豆。这一口吃下去，连口水都直摇头。说好的消暑呢？就是普通的原味薯片，还不如我花2块5买的饮料消暑。就这样，还花了我13块大洋加5元押送费，我真是越吃越恼火。把它打入冷宫。卡梦的味。那些年在小卖部买过的零食，你吃过几种？无花果。小的时候去小卖部买零食是一件非常认真而严肃的事，因为零花钱不是天天都有的，所以去买零食必须严格仔细的挑选。当年买这个无花果干的时候，我还没上学呢。老板跟我说这个叫无花果，我二话不说就把手里的2毛钱递给他了。回家我姐问我吃啥呢，我说这是无花果，你肯定没吃过。他拿起来一看，说这是萝卜丝干，就是萝卜刨成丝晒的，怪不得我怎么吃起来一股萝卜味。香芋奶糖，小时候跟我姐都很爱吃的一款奶糖，2毛钱一片，一片有20颗，每次去买都觉得好划算。尝了一下，还是小时候的味道，香芋味还带了一些沙沙的口感，不知道是它分量变少了，还是我嘴巴变大了，一次不炫它4颗，都没吃出感觉。唐僧素，我明明记得小时候叫唐僧肉的，怎么现在改名叫唐僧素了？里面的东西也不一样了，以前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都说吃了唐僧肉就能长生不老了。我小时候吃了那么多，活个1亿岁应该没问题吧？就是这个唐僧肉吃起来跟以前差别太大了，又硬又难嚼，这到底是谁做的？白白浪费了唐僧这么好的肉。神雕侠侣，这是古天乐版本的神雕侠侣，我只看过一点点，估计00后、10后都没看过。先是个香味的，有爱情味道的辣条，吃起来就是不一样，比唐僧肉嫩很多。接下来换个川味，口感吃起来一模一样，就是没那么辣，适合跟男朋友一起吃。冰梅，不需要冰箱冰冻的冰梅，当年夏天跟我弟买过1包，以为吃上1颗冰梅就能抵挡住夏天毒辣的太阳，结果吃了才发现，这家伙皮又厚，肉又少，核又大，不冰也不凉，到底为什么叫做冰梅呢？我到现在都没整明白。咪咪，这个就不用我说了吧，从小学到初中高中一直都是小卖部的畅销王者，就是山寨的有点多，买的时候要看清楚，吃起来咸香酥脆，非常耐撕。我真的不信还有人没吃过，没吃过的赶紧扣1波1，让我看看你是从哪个星球来的。爽口片，第一次看见这种零食是小学2年级，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生，每到下课时间，他就悄咪咪摸出一盒东西，拿出一张像纸膜的，往嘴巴里放。我真的不明白，长得跟塑料薄膜一样，有什么好吃的？后来我也去买了1盒，吃过1次就再也不想买了，这味道就好像糖衣药片加上冰冰凉凉的口感，5毛钱1盒，为什么会有人买呢？凉嘴棒软糖，这个也是我小时候喜欢的，2毛钱1根，因为它够长，刚好可以跟我弟1人1半。外面是甜甜的草莓味，里面是夹心酸奶，吃起来酸酸甜甜，很不错。
留香展翅，小时候就是冲着包装上的鸡翅买的。年少轻狂的我还坚信这里面肯定偷偷加了鸡肉。看着小鸡翅造型，熟悉的味道又来了，吃起来真的很香，就是没有小时候那么酥脆了。看了生产日期，还是很新鲜的。难道是我老了，牙齿不行？小米锅巴，这个我没买过，基本上都是蹭我弟的，因为他零花钱比我多。浅尝一下，真的很酥脆，就是很咸，齁咸齁咸的。就算你想为自己代言，也不用放这么多吧。吃你一包，我还得赔上3瓶水，怎么算都不划算。石头糖，当年小卖部让我垂涎3尺的零食之一，那个时候都是瓶装的，1瓶5毛钱，我都不舍得买。闻起来就是焦糖味，吃起来跟普通奶糖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。为什么我小时候一直认为这个石头糖咬开里面会是巧克力呢？我的记忆该不会让外星人偷了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香菇丝，这个我肯定没买过，因为它的包装颜值太低了。再说了，香菇是我小时候最不喜欢的蔬菜之一，不过它长得也跟香菇没太大关系，吃起来就更没关系了，是甜辣口的，我个人不是很爱，这盒拿去喂闺蜜。韭菜丝，当年给了我弟2毛钱，让他跑腿给我买包辣条，他就买了这玩意回来，搞不懂，明明长得千里千气的，为啥取名叫韭菜丝？这名字一定是用脚指甲想出来的吧？要是味道好吃，我还能原谅它，可是吃起来味道一般，口感更是一言难尽，跟嚼老树根差不了多少。不知道的真的会以为我在嚼牙签。小样，在这款小样酸 Q 糖没出生之前，我们去小卖部都是买 QQ 糖，后来酸 Q 糖出现了，每次去小卖部，老板都极力推荐，他说这款更便宜，而且更好吃，跟 QQ 糖比，它吃起来更酸一些，而且它的表面还覆盖了一层白砂糖，有人可能不喜欢这种口感，你们更喜欢哪种呢？狗牙儿，因为我弟说想知道披萨是什么味的，所以我斥巨资花1毛钱给他买了这个狗牙牌披萨卷，打开是长这样的，跟海边的一种碎螺壳很像，这狗牙炸的酥酥脆脆的，烧烤味真的很香。不过我吃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才知道这后面写着狗牙儿嫁师哥，师哥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你那么想嫁给他？南京板鸭，没吃过北京烤鸭，还没吃过南京板鸭吗？据说没有一个人的童年可以逃过南京板鸭，长这个样子，北京烤鸭喊他一声兄弟，他都不敢答应。时隔这么多年再尝试，确实有板鸭内味，还是跟小时候吃的一模一样，能保持这么多年不变，也算良心老品牌了。CC 乐，这款零食我印象太深刻了。有一天上学走进教室，我就发现我同桌嘴里叼着根吸管，还反复的咀嚼。我正想着他是不是有毛病，他就给我递了一根，说这是小卖部的新品。结果我吸了老半天没吸出来，里面装的是糖粉，吃起来味道还不错，就是不知道谁想的馊主意，把糖装进吸管里来卖，吃起来太费劲了。这是什么？唱歌。